我叫赵桂英，我做保洁的第18年，没想到打工打到丈夫的豪宅。给你2个选择，这里一封是离婚协议书，签了之后滚出这个家，我们再无关系；一封是婚内合同，以后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家中清洁、洗衣、做饭跟现在一样都归你干，但不准再管插手我的事，这样你也不用出去做保洁了。选一个吧。结婚25年，我活成了这个家免费的保姆。近日，知名企业家张长顺先生跻身亿万富豪行列。桂英，你看，那不是你老公吗？长顺真的是他，亿万富豪。他是亿万富豪不告诉你，居然让你一天天累死累活打几份工，他到底想干什么？桂英，我今天请同事吃饭，差300块钱，你转我一下。妈，我交了个女朋友，带她买衣服，给我转2000块钱。名字一样，长得相似而已。我家那口子他在吃饭呢，要是亿万富翁，不至于总让儿子朝我要钱。属下周京参见大小姐。参见大小姐。别，你们认错人了，我就是个干保洁的，不是什么大小姐。大小姐，我们绝对不会认错。您的母亲是江南周氏集团的掌舵人周琼老夫人。你们真的认错了，我从小就是孤儿，生长在农村，还是跟着丈夫才来的魔都市里呢。我要上门给新雇主做保洁，马上迟到了，抱歉。大小姐，事情太过曲折离奇，这是属下的名片。等您想见老夫人，随时联系我。周氏集团，100年望族，江南商业巨擘，连找人这种事都能搞错。就是这里了，打扫一遍，1500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老板好，我是来打扫卫生的。晦气，我怎么不记得我叫过保洁？这些声音好熟悉。居然真的是你们！电视里的新闻是真的，你真的成了亿万富豪？好啊，赵桂英，我真是小瞧你了，居然敢跟踪我到这里来。怎么，是嫌在外面做保洁不够丢人，还要跑到这里来撒野？跟踪？张长顺，我是来做保洁的。我问你，你成了亿万富豪，为什么瞒着我？25年夫妻，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肯跟我说。跟你解释个屁！我儿子的钱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们张家娶你回来是让你伺候人的，不是让你管天管地管男人的钱袋子。所以，在你眼里，我陪了你25年，连知道你身家的资格都没有。哼，我妈说错了吗？怎么看到我们富贵了，心里不平衡了？过去你不是最喜欢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你不应该生气才对，口是心非，真是让人恶心。25年，张长顺，25年里我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放弃了属于我的一切，在你们眼里到底算什么？直到今天，我还担心你们平时钱不够花，想再多接几个活。你不会是想说我的一切都来源于你当年把村里唯一上大学的名额让给我吧？告诉你，我一切都自己打拼出来的。况且，你当年要是真想上，怎么可能让给我？媳妇儿，你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我好不好？我上了大学就有班上，男人不能没有事业。你放心，你以后跟着我享福吧。妈，你注意点跟我爸说话的态度，别跟个泼妇一样在这里大吵大闹。舒瑶阿姨还在这儿呢，你不嫌丢人，我都嫌丢人。没事的，小东，底层人没读过多少书，性子泼辣顽劣，我也是见过不少的。小东，你和你爸一起瞒着我，看着我一天到晚刷马桶打零工给你们赚生活费，你心里就一点都不觉得愧疚吗？现在哪个功成名就的男人外面没人？你赶紧给我爸和奶奶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道歉？小东，我是你妈，是生你养你的亲妈。够了，丢人现眼的东西！给你2个选择，这一封是离婚协议书，签了立刻滚出这个家；这一封是婚内合同，以后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家里的清洁、洗衣、做饭跟现在一样，全归你干，但是不许再管我的任何事，也不用出去做保洁给我丢人现眼。选一个吧。赵姐，我和长顺哥只是正当的合作关系，真的没做对不起你的事，你可别因为误会就毁了自己后半辈子的依靠啊！不用理他，他以后再也没资格管我们的事。哼，没出息的东西！妈，快签合同吧，这样就皆大欢喜了。认清楚自己的位置，挺好。张长顺，我要和你离婚。张长顺，我要和你离婚。离婚？赵桂英，你疯了！我如今背靠江南首富周氏，事业如日中天，身家亿万，而你呢，就是个好吃懒做，除了扫地做饭什么都不会的家庭妇女。离了我，你不怕饿死在街头啊？赵姐，
你可得想好了，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卖。从今以后，我和你们再无瓜葛。赵桂英，我没记错的话，你身上这件保洁外套还是当初我借你300块钱买的吧？脱了，这是我张家的东西，你没资格带走。那件毛衣也是我妈穿剩下的，你没资格带走。小东啊，你妈妈脚上的鞋子好眼熟，是你的吗？没错，就是我去年穿剩下的，我嫌旧了不想穿，她捡去穿的。祝你生日快乐！周先生，你好，我可能不是你们要找的大小姐，但是你们能过来接我一下吗？我没有地方去了。小姐别怕，属下即刻赶到，所有人全部集结，以最快速度赶往1号院，即刻迎大小姐回家。带大小姐回家。是。我们小区什么时候来了这种级别的贵夫人？这车队，这排场，也太气派了吧！别看了，那都是顶级豪门的人。我们要是有人扮成身家，早就飞黄腾达了。传我的话下去，凡是敢接济赵桂英的，别怪我张长顺翻脸无情。带大小姐去楼上沐浴，备好干净的衣物和吃食，务必让大小姐好好休息。是周管家。小姐，您先安心休整，等您休息好了，属下立刻带您去见老夫人。好的。我还以为周大管家扔下几十亿的合作项目是去接什么天大的重要人物，闹了半天就接回来个浑身泥点子的农村妇女。刚刚是谁在背后议论周家大小姐？沈总，刚刚嚼舌根的是你对吧？对不起，周管家，我不知道那是周家失散多年的大小姐，您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这一回吧。你们沈家准备迎接破产吧？完了，全完了！不要，周管家，我大半辈子才拼出上亿身家，我不能破产，求求你饶了我这次吧！扔出去！不愧是周家龙头董事之一，江南人人耳熟的大人物，说废就废了。大小姐乃夫人独女，万金之躯，再让我听到有人对大小姐不敬，可就不是破产这么简单了。沈家在周家的份额，你们均分。谢周管家。别弄这些了，我未必是你们要找的人，这些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小姐您放心，不会有错的。我已经42岁了，当了半辈子农村妇女，做了10几年保洁，被丈夫像扔垃圾一样赶出家门。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怎么可能落在我头上？我的女儿，妈，真的是你，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我从小就听村里人说你走了，我以为你早就不在了。当年你外祖父知道我和你父亲在一起后，就把我们拆散了，留下1个月大的你，不准我去找你们父女俩，让你受了40多年的苦啊！没事的，妈，都过去了，我还能再见到你，就是最好的安排。大小姐，这是老夫人给你的见面礼，请收下吧。不行，这些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这些还只是见面礼，日后妈要把周氏全部财富全部交给你一人手中，没什么可是。妈的东西就是你的，如今妈有钱，就算妈穷的只剩1床被子1个馒头，也得给我闺女。妈，为小姐更衣。是夫人。人生前40几年，我只是个受人白眼，连家人都嫌弃的乡村农妇。1个小时前，更被出轨的丈夫赶出家门。人生第45年，
他们叫我周家大小姐，人生当真如梦啊！小姐真漂亮。小姐本就天生丽质，只是以前被生活错磨了。好，好，好，这才是我周家的女儿该有的样子。周管家在。从明天开始，你帮着小姐熟悉家族企业，不得有半分闪失，更不许任何人怠慢了小姐。是，属下必不负老夫人和小姐所托。10日后，我还要为我女儿举办归家大宴。糟了，忘记做早饭了。早安，大小姐。大小姐请慢用。不用，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你们别这么客气。桂英，这些都是妈妈送给你的见面礼。妈，谢谢您，但是这些我真的不能收。我长这么大，从没拥有过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拿着心里不踏实。这跟咱们周家的资产比，只是9牛1毛。你是周家大小姐，未来你会拥有更多。妈，这些东西我先替您收着，但您还是安排我进周氏工作吧，不然我老觉得心里不踏实。不着急，你才回来就好好歇一歇，工作的事儿不着急。这里挂着的所有款式，每个颜色各一件，全部包起来，刷卡。是。周管家，我穿不了这么多。大小姐，您就得穿一件扔一件，洗过的旧衣服哪配您现在的身份？周管家，明天订回国的机票，我也该去周氏看看，见见合作商，替妈妈打理周氏了。不着急，大小姐，您没被找回来之前那么忙，应该多多休息。我已经休息够了，况且我是周家大小姐，更该为周家做事，无功不受禄。我怕大小姐过于辛苦。不辛苦，我不能过了几天好日子就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做个靠妈妈养的米虫。既然如此，我便为大小姐安排去视察公司，见见那些靠着我们周氏吃饭的人。感谢大小姐莅临，恭送大小姐回去吧，你们也辛苦了。属下实在没想到，大小姐不过几天时间就完全适应了周家的生活，连旗下10几家子公司的业务架构、核心项目都摸得一清二楚了。过去负担的太多，现在或许才做回真正的我。至于公司，还要多谢周管家指教。大小姐客气了，都是周经分内之事，只是以后再想了解，可以让那些董事前来汇报，不会劳烦尊驾。亲自前来才能了解更多。这次董事会给的企划书，我要好好看一看。大小姐勤勉通透，属下自愧不如。你们忙了一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可是大小姐，您身边不能没人跟着保护。去吧，你们一群人跟着我也不自在。再说了，这片区域的所有店面不是你名下的吗？能出什么问题？是。大小姐真诚勤恳，待人亲和，有能力有风骨，张家那群人真是瞎了眼，才会把这样的人弃之如敝屣。周管家，要不要我们现在去张家讨个公道？不急，10日之后就是大小姐的归家大宴，到时候新仇旧恨，我会跟他们一笔一笔一并清算。您好，女士，需要点些什么？来壶普通的茶就好。好的，女士，请您稍等。赵桂英，赵桂英，哎呀，实在对不起。没事。赵桂英，果然是你，张成帝。许久没见，鸟枪换炮了。听说你和我哥离婚了，大雨天光脚被赶出家门，这身行头是从哪儿弄来的？与你无关，要么是偷的，
要么就是傍了大款了吧？好歹也是在大城市做白领的，张口怎么就些乌七八糟的？农村蛮妇，少在这跟我装样。大款肯定看不上你个扫厕所的，你肯定是平时背着我哥攒的私房钱买的一身假货吧？说中了是吧？不然我哥也不能让名下公司所有人不准接济你。说，背着我大哥弄了多少钱，还敢来里山茶院吊坎子了？这种事儿，张长顺还真做得出来。我和你哥离婚了，你不认我，我也不想和你们再有来往。这次我不和你计较，敢有下次，后果自负。赶紧滚！贱人，你敢让我滚？来人啊！有人想吃霸王餐！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里山茶院吃霸王餐？尊敬的钻石会员张小姐，刚刚是您喊的吗？厉经理，就是这个人，她就是个干保洁的乡下妇女，在外勾引男人。前几天被我哥踹出家，净身出户，她根本没钱结账，就是来吃霸王餐的，把她好好收拾一顿，扔出去。好的，今年的母叔雨泉龙井50万一壶，这位顾客请结账吧。客人还没用餐就催促结账，这就是贵店的待客之道吗？怂啦，刚刚不还挺能装的吗？一到结账害怕啦。对不起，这里本就是会员店，专为会员服务。你一个散客就得接受我们这儿的规矩，不然……贵店的规矩，拿普通绿茶当母叔雨泉龙井也是贵店的规矩。赵桂英，这就是你没见识了。母叔雨泉龙井就是这个味儿，你个撒泼货，喝过母叔雨泉龙井吗？没喝过，但我知道母叔雨泉龙井早就成了文物，禁止采摘了。你们这壶若是真的，算不算是盗窃文物啊？哼，有点见识吧？可惜我们就是能弄到，谁叫我们背靠周家，名在周管家旗下的。正是因为难弄，50万一壶卖给你，不算贵吧？知道再多有什么用？不还是得乖乖掏钱？就像你当年明明考上了大学，现在还只能在城里做擦马桶的保洁一样，废物。我懂了，你的上级叫什么名字？姓郭？怎么？难道你认识？认识也没用。郭老板和经理是过命的交情，会理会你一个乡下来的蝼蚁？无所谓，我知道你们背靠周家就好了。别挣扎了，今天乖乖让老娘好好教训你一顿，再把偷我哥的钱都交出来，兴许还能留你条狗命。喂，周管家吗？喂，周管家吗？属下在，大小姐有何吩咐？没什么事儿，就是你名下的里山茶院经理为了帮别人出头，强行敲我的竹杠，还把我堵在茶院里。什么？是谁这么狗胆包天？你未必认识他，不过他说这家餐厅老板姓郭，你来的时候把他一起带上吧。是，小姐，带着所有人跟我走，去茶馆。刚刚那好像真的是周管家的声音。难道他与周管家相熟？你这个钱嫂子真的太能装了，我差点真以为那头是周管家呢。我们是没见过周管家，那也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假装的。赵桂英啊，你说你当年要有这股机灵劲儿，至于干20多年保洁，至于被赶出家门？废物！现在耍小聪明，你死到临头了。周家规矩，若敢打着周家旗号招摇撞骗、抹黑周家的，处以极刑。这回收拾你，我们可是光明正大。看见这张脸就一股无名火，等会儿老娘好好赏你几个嘴巴。张长弟，你说当年你养在你哥家的时候，我对你怎么样？怕被刮花脸了，勾引不了男人了。你对我很好啊，在村里没少给我洗衣做饭。但是谁叫你当时名头那么大，所有人都说你一定能考上大学，成为人中龙凤，眼睛都在你身上。现在我哥、你儿子都瞧不上你，包括今天，都是你的报应。好，我懂了，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周管家进来吧。是谁活得不耐烦了？这是郭老板。郭总，您这是怎么了？你们两个蠢货，把老子害惨了！大小姐，您没事吧？辖区内让大小姐受辱，周京罪该万死，愿接受任何惩罚。我没事，而且也不是你的过错，做你该做的事吧。谢大小姐。他说叫周京，难道他是周管家？那赵桂英岂不是？周家刚刚找到的大小姐。贱货，老子被你害惨了！刚刚就是你要打断大小姐的腿，刮花她的脸。误会，这都是误会。大小姐是我嫂子，我和她开玩笑呢。嫂子，我们在村子的时候就认识了，你对我最好了，快帮我求求情吧。对你再好，换来的却是狼心狗肺，恩将仇报。我和你哥已经离婚了，
你我再无关系。嫂子，救我！来人，把他拖到后面去。周管家饶命，都是那个贱人指使我的，都是他害的。你也算是周氏旗下的人，当然不会只那么对你。来人，拖下去打，彻查他所有资金往来，通知江南各企业的人，敢收留他，就是与我周氏为敌。周管家饶命，我还有一大家子要养，饶了我吧。马上就要到周氏企业合作大会了，你放心，我已经让我爸留了几个项目给你。听说伯父还接受了破产神种的股份，企业大会后，我们在周家更如鱼得水了。我可是比你那农村老婆强太多了吧？提那个村妇干嘛？晦气。不过没有了她，少了点偷情的刺激。长顺哥，不好了！什么？长弟被人打进了医院？赵桂英派人干的？赵桂英？那个泼妇被长顺哥赶出家门，别说钱，连鞋都没有，能找什么人？就是那个丧良心的干的。长弟那么好的人，他都忍心下手啊！听说找的那个人姓周。姓周？难道是周家的人？不可能，他那种贱命再投胎800次，也跟周家沾不上关系，应该是巧合。估计那个贱人早就找好了姘头。姘头？他被净身出户前就出轨了？赵桂英连保洁这么脏的活都能干，什么干不出来？肯定是某个住酒店的老头被他勾引了。被我赶出后，又知道我不让亲戚帮他找老头蓄意报复我。家门不幸啊！当年让你娶她，就是看她老实能干，又是个孤儿，好掌控。没想到是个祸害。长顺，你得为你亲妹妹报仇啊！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这个登不上台面的贱货，看我怎么收拾她！大小姐，这是您要的书。辛苦周管家。过几天就是给您办的寻亲会。您现在要这些大学教材干什么？之前的我是农妇，是保洁，认亲后成了大小姐。我不想让人说我赵桂英只能靠父母。当年考上了大学，放弃了那个机会，后来为了照顾家庭，也没机会自学。如今我要把我放弃的都捡起来。大小姐勤勉，属下自愧不如。终归是要自己争气。小姐放心，若有人敢妄议，属下绝不轻饶。爸，我发过去了，我的消息，我妈肯定会看的。小东做得真棒，刘阿姨改天送你台新车。谢谢刘阿姨，真是我的好儿子。用离婚赔偿的理由把那个贱货骗去周家大小姐的认亲现场，以周家的脾气，赵桂英会是什么下场？叫你出马！这就是周氏商业宴，太奢华了！爸，你真厉害！这不算什么，我农村出身，比这群废物公子哥强。当然，少不了舒瑶的支持。还不是看你前途无量，才毫无保留付出。还是舒瑶懂事，不像只会洗衣做饭的废物，看一眼都折寿。赵桂英今天死无葬身之地，捏死她如同捏死蚂蚁。张总，您来了，千万富翁，风光无比。李老板，哪里？夫人，小姐，1个小时后合作会开始，我们慢慢赶过去吧。好，我们走吧。夫人，小姐呢？桂英先赶过去，说和周氏合作的还需品行过关，她提前去会场观察那些合作商了。我们也走吧。那个女人是什么人？怎么从没见过？我也没见过。这位夫人，您好啊。张老板居然也来了周氏合作会。您听说过我？3生有幸。您做什么企业？日后可合作？不必了。那真是可惜了。因为周氏再不会给你任何项目。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各位抱歉。知不知道他刚刚说什么？在周氏地盘咆哮，你知道什么后果？妈，小东，千万别乱叫。
那真是我妈，你看那手，裂纹都一样的。赵桂英，还真的是她。可是小东不是告诉他迎亲宴上的时候再来吗？怎么来这么早？还能干嘛？找冤大头呗。难道还能参与商业会？他那个姓周的姘头应该没资格来这儿，所以他才一个人来提前踩点。没有请柬，偷偷进来，那他可是要倒大霉了。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在周氏商业会上闹事？怎么回事？闹事？刚刚可是你推了我，反倒倒打一耙。柳舒瑶，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阴俗。倒打一耙的人是你吧？我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你，你还敢厚着脸皮抵赖？张老板也是周家新宠，他的女伴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吧？应该就是那个墨镜女人弄的，敢在周家闹事，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刚刚可能是我误会了，你可能是误碰了。这样吧，你拿出请柬来，如果有，证明是客人，一切都是误会；如果没有，你就是偷偷溜进来闹事，罪加一等。各位大佬，我这样做没问题吧？还愣着干什么？你的请柬呢？该不会是没有吧？被你们猜中了，我还真是没有请柬。被你们猜中了，我还真是没有请柬。但我来这里不需要请柬。各位都听见了吧？他就是偷溜进来闹事的。老夫活了60、70岁，从没见过这么急着找死的。在座的各位，无论千万、上亿富豪，都是有请柬才能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周家大小姐吗？周大小姐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居然敢侮辱周家大小姐，活得不耐烦了。原来你们一边怕周家大小姐，一边又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真是可笑。妈，你疯了！待会儿周家问罪起来，千万不要说我们认识。你个老贱人，跟我离婚后活不下去了，想得罪周家，拉上全家一起死。贱妇就是恶毒，死也要拖上你，这可怎么办？没事，敢算计我，他还太嫩了。此人名叫赵桂英，今年42岁，农村出身，没上过大学，是我的前妻。被我发现她婚内出轨，净身出户。她今天来这一出，就是为了惹恼周家，报复我。大家千万别被她骗了。原来如此，怪不得她敢污蔑周家大小姐，原来是想让周家迁怒在座的全部人。放着千万富豪的老公不要，出轨真是又蠢又贱。被净身出户，还有脸报复？不光是这样，他还带着他的姘头，把他小姑子打成重伤。现在我女儿还在医院躺着呢。真是好一个毒妇，放在古代都应该把她进猪笼。妈，这些事儿你都做得太过分了，儿子不能站在你那边了。赵桂英，你现在可是彻底的众叛亲离了。无所谓，反正这个儿子我也不打算认。妈，你有错还不认？闭嘴，别叫我妈。既然各位已经明白真相，还请各位和我一同把这个贱妇打出去，之后在周家面前帮我解释清楚。没问题，这种毒妇人人得而诛之，我们帮你。冒充周家大小姐，周家肯定会报复你。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在周家之前先收拾了你？别人说点什么就信？你们这种人也配来周氏接项目？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让张总解释解释，我这双手是怎么回事？在场的各位，你们有谁的太太手是这个样子吗？千万富翁妻子的手应该是这样的吗？张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他是农村出身，从小就干农活，到了城里又做过一段时间保洁，手变成这个样子很正常啊。一段时间保洁，还是进城之后，直到几天前一直在做保洁。你个农村泼妇胡说什么呢？是啊，赵姐，婚虽然是离了，但你也不能怪人啊，都是从农村吃苦过来的，你为什么总埋怨人呢？张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可能只是一段时间保洁，这种劳累手纹只需要1到3个月保养就能完全恢复，而1到2周就能明显改善。他的手现在还这个样子，说明直到前段时间他都在做体力。既然张总不打算说，我来告诉各位好。泼妇，你想胡说八道什么？各位不要听他胡言乱语。农村泼妇满嘴屁话，你说这些，你看各位大老板会信你吗？我的前夫张长顺伪装身份在我面前装了20多年的权，看着我20多年每天做几份保洁的工，直到前段时间被我发现他在外面的豪宅还和另一个女人不清不楚。哼，患难夫妻最难得，
张总瞒着老婆自己享福，真是人间极品。身价1000万，让老婆做保洁，张总心眼坏成什么样了？他的妹妹被打，那是他恩将仇报，待人想动手在先，实属罪有应得。至于我出轨，更是欲加之罪，无稽之谈。知人知面不知心。小东，你妈明显要毁了你爸，毁了这个家，你难道想过苦日子吗？妈，你为什么要撒谎？我说了，别叫我妈。妈，你口口声声一直在吃苦，没有出轨，那姑姑又是谁打的？不就是你的情夫吗？不然你敢把那个人的身份当初说出来吗？对呀，那个男人是谁？你怎么不说呀？赵姐怕是说出来就编不下去了，整个谎言就露馅了吧？只怕是我说了，你们不敢听了。赵桂英，不要再闹了，这些是我的家事，不好意思让各位见笑。清官难断家务事，不劳诸位费心了。今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周氏商业会，他不仅在这里捣乱，还胆敢污蔑周家大小姐。诸位认为该如何处置？这张长顺可是周家的红人啊，接了周家不知道多少项目。没错，傻子才跟他过不去呢。这个贱妇敢在这里捣乱，就是断我等财路，活该被扔到大街上当乞丐。没错，敢断我们财路，我们断你生路。日后在江南，保管你连保洁都干不了，活活被饿死。这不太好吧？好歹我们也是夫妻一场。少在这里假惺惺的，让人作呕。张总，你就是太心善了，他才敢这么肆意妄为。就是，这还是他闯商业会的惩罚，污蔑周家大小姐的罪名还没给他算呢。赵姐，这是大家的想法，你可千万不要怪我们。一群跳梁小丑，我当然不在意。贱妇，死到临头还敢嚣张！诸位，我李氏集团宣布，旗下与任何合作商不可收留此人。我廖氏集团宣布，旗下与任何合作商不可收留此人，若敢上门，乱棍打出。我赵氏也宣布，我郑氏也宣布。李氏、廖氏、赵氏、郑氏，我不会忘了各位的。想断我活路可以，只是以后千万别哭着求饶。农村泼妇，好大的口气，向你求饶，我真的好怕呀！剩下这几位老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几位老板，这个人污蔑周家大小姐，你们还与他站在一起，是要和周家作对吗？几位老板，这个人污蔑周家大小姐，你们还与他站在一起，是要和周家作对吗？几位不用为我为难，站过去就好。他们要么心思狠毒，要么为了利益想置我于死地。你们是形势所迫，我不会怪你们的。他就算有错，也是事出有因。周家来了，也得问清缘由。你们凭什么私自断人活路？吴总，你怕是不知道吧？前几日，堂堂沈董事长只是小声嘀咕了大小姐，整个集团就破产瓜分了。他现在可是在商业会上诋毁周家大小姐，你觉得该是什么后果？你们维护他又是什么下场？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啊！等到周管家来，这几家老总的公司恐怕就由我们接手了。各位，此人冒充周家大小姐，对周家大不敬，我们把他绑起来，等周家人到了，交给他们处理如何？听赵总的，为了周家，把他绑了。你们不能这么做，滚开！碍眼的东西，贱人！今天多谢你了，李氏一飞冲天，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看你徐娘半老，还有点姿色，等我发达了，定赏你当个暖床丫鬟。可惜啊，你们永远没有那么一天了。啊！我的脸！你个农村贱妇居然敢打我！来人啊！救命啊！赵桂英，你敢在周氏商业会动手打人？我只打畜生，正好这里的畜生多，拿来练练手吧。妈，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真是再也不敢认你了。果然，农村泼妇的本性露出来了。看来平日里那么对你就对了。聒噪！姓赵的，你彻底完了！差点忘了，还有你。过去周家谈合作不看人品，但从今天开始，你们这群垃圾的好日子到头了。泼妇，好大的胆子！保安，保安！这个人大闹商业会，快把他抓起来！敢在周家的地盘上撒野！泼妇，你不想活了？上，把他扔进流金江里喂鱼！参见大小姐！大小姐？什么大小姐？她就是一个农村贱妇！混账！敢非议大小姐，你们是不想活了吗？这不可能啊！她从小是孤儿。小哥，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奶奶，你没事吧？这些都是周家的内部安保，他们不会搞错的。完了，居然真的是周家大小姐！
那我们岂不是完蛋了？大小姐，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您的身份，还请您饶了我们吧。是啊，这一切都是张长顺指使的，我们受他蒙骗，大小姐饶命啊！从来没有什么指使一说，只是你们想攀附他，自己的选择罢了。我刚刚说过，千万别哭着求饶，你忘了吗？放心，我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只是从今往后，你们再别想与周氏有半点合作，听清楚了吗？那可是上亿的项目啊！听清楚了。速速离场吧，商业会要开始了，我要和我的合作伙伴们规划日后的合作了。速速离场！不，张氏集团能飞黄腾达，都是靠着周氏的帮助，我不能失去合作，失去合作就彻底完蛋了。哎呀，我想起来了，赵桂英1岁就没了妈，但从来没听说过下葬，没准不是死了，是离家了。这么说，周家老太君是我的外婆？赵桂英凭什么有这么好的命？桂英，老公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保证以后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老婆。张总说的是哪一次？是欺瞒了几10年身份的事，还是让我给鱼鱼道歉的事，亦或是婚内出轨的事，还是说当众倒打一耙诬陷我出轨，甚至要把我捆起来处置的事？张总放心，那些事儿我已经不在乎了，毕竟我们已经离婚了，不是吗？老婆，桂英，长顺那是一时糊涂啊，你和长顺可是自小夫妻，风风雨雨互相扶持这么多年，他怎么会想离婚呢？他当时是被你逼问气到了才说的气话。哦，这么说反倒是我的不是了。不是老公不对，老公不该和外人走得太近，让老婆误会了。老公不该自己赚钱当老板，还让你干保洁，今天更不该误会了你来捣乱。桂英，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吧。补偿？张总，我跟你已经离婚了，连周家的门槛你都不配摸，何谈给我补偿？桂英，都是我这当妈的做的不好，都是我逼长顺的。离婚是我的主意，不让你享福也是我的主意。只要你能原谅长顺，和他好好过日子，我哪怕离家出走，饿死街头，我都愿意呀！放心，只要回来后，我儿子肯定不会让我流落街头的。妈，你肯定不会这么对奶奶的，对不对？当然不会。桂英，你肯原谅我了？你和老公回家，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家务我找保姆做，你安心享福就好。因为我们根本没关系了。妈，难道你就这么绝情吗？你们别在我这里演戏了。20多年，你们做了什么事，自己心里清楚。你们无非就是知道了我的身份，想攀上周家罢了。我若不是周家大小姐，恐怕早就死在离婚那天的雨夜了。话说完了，都滚吧。以后我们再无任何瓜葛，再敢纠缠，后果自负。桂英，是妈不好，你就原谅妈这次吧。老婆，你怎么能这么不念旧情？妈，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赵桂英一个村妇，竟然是周家大小姐，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爸，从今以后我们是不是又要过苦日子了？这可怎么办啊？完了，全完了。当时对他稍微好一点，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是这种下场？张总，商业会要开始了，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刘董，我们被周家大小姐赶出来了。大小姐说，周氏再不会和我们合作了。大小姐，不可能！大小姐要在回归宴上才出现，现在和老太君还在路上。刘董，这么说，里面那个人是假的？赵桂英是假扮的，我就说那个贱人怎么可能这么好命？这辈子、下辈子都该干保洁。保洁冒充大小姐，真是好大的胆子！走，老夫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不错，吴总公司的 AI 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前列，钱总公司的全新技术也让人眼前一亮。我们周氏的投资、项目合作需要各位这样有能力、有道德的公司。多谢大小姐认可。大小姐，我听说您长在农村，没想到对这些科技也如此了解，都是最近学来的。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活到老，学到老了。大小姐没来，我看谁敢冒充。你根本不是周家大小姐，少在这里装蒜。你们真是瞎了眼，敢把保洁当成大小姐。保安呢？把他赶出去。刘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刘总可是老太太面前的红人，他都说这位不是周家大小姐。我昨天换班的时候，正巧大小姐下楼，我看到了，跟眼前这位身高长相都接近，怎么会出错？只是长得像而已。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连周家大小姐都能认错。你们把这个贱人扒光了，扔河里喂鱼，将功赎罪。兴许周家会不计较你们认错大小姐。赵桂英，原来你不是周家大小姐，贱妇，居然敢耍我！
我就说这个臭保洁怎么会是周家大小姐？刚刚真是吓坏老娘了。刘总，看来周氏你是不想待了，明天就收拾东西滚蛋。那位，再不把他丢出去，得罪了大小姐，你们担待得起？刘总可是老太太心腹，他说的肯定没错。把他扒了，丢江里喂鱼。你们想清楚了，得罪我的下场，你们承受不起。周老太君到！你们在干什么？老太太，刚刚有个臭保洁居然敢冒充大小姐，我这就让人扒了他的皮，丢进江里喂鱼。妈不在，你竟然受了这种委屈。刚刚是你们要敢动我女儿。周京，把得罪大小姐的人都给我记下，取消周氏与他们的合作。凡是与周氏合作的公司，永不能与他们接触。老太太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大小姐。周京，把柳红一逐出董事会，让柳氏也破产吧。是，夫人。周老太君，我错了，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一群败类，把好好的回归宴弄成这个样子。周京，通知全城，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赵桂英是我周氏唯一的继承人。赵桂英这个臭保洁才当了周家大小姐，就断了和张氏的所有合作，把我们搞到破产。这下全完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现在穷得连学费都掏不起了。居然是京大，京大的教授背靠政府，手上有官方商务，咱们傍上他们，还不是分分钟起死回生？说的轻巧，京大有这个能耐的教授只有顾渊一个。那你就去拜顾渊为师，我儿子这么优秀，顾渊会不收你？大小姐这几个月的努力可算没白费，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了。时隔20多年了，我终于圆了上大学的梦。虽然和这群年轻的学生格格不入，周围人看我总带着异样的打量，可我不在意，看法是别人的，学到肚子里的知识才是自己的。这次的随堂小课，许多同学都在最后一题上失分，但不能怪你们，是老师标错了功能关系。但是有一位同学令老师意外，他居然在错误的点上开辟了新的思路。赵桂英同学，请上台讲一下你的思路。老师，这道题出矛盾了，按照课堂上教的积分去解，只会越写越乱，所以我从势能公式的关系着手，除了 x(x0) 本身，没有第二个正根，也就是说质点根本动不了，最远距离就是出发点 x0。不错，这位同学不仅能发现问题所在，还能将错误扭转为解题思路。顾教授，居然是顾渊，这个阿姨才来没几天，居然得到了顾教授的认可。谢谢顾教授认可，我比大多数学生起步晚，所以课下多做了一些功课。人勤勉也聪明，正巧我的项目缺人，你愿意来我的项目组吗？顾教授，我愿意。小东，待会儿你可要好好表现，我可是托了一堆关系，人家顾教授才答应见面的。小东，只要顾教授收下你，张氏再次腾飞不成问题。爸，你放心吧，我这么优秀，顾教授他除了我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张晓东同学或许很优秀，但是目前项目组不缺人，如果没什么事，请各位离开吧。顾教授，我们小东这么优秀，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他肯定比项目组的任何同学都强。我们项目最近刚招进来一个实力强劲的学生，目前不需要人了。我还有事儿，失陪。顾教授，冤家路窄啊，赵桂英，都成周家大小姐了，还来京大扫厕所啊？我来京大就一定是扫厕所吗？张长顺，你还真是不可理喻。你该不会说你是来京大上学的吧？你又老又笨，京大要录取也是录取小东这种又年轻又聪明的。那还是真是让你失望了。我不仅是京大的学生，还是顾渊教授的关门弟子。就你，连小东都不一定入得了顾教授的眼，他能看上你？桂英，你来了，介绍一下，这是赵桂英同学，是我项目组的成员，这是学生张晓东和他家长。顾教授，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实力强劲的学生，他就是个臭保洁的，除了扫厕所什么都不会。你们认识？岂止认识，她可是小东的妈，亲妈，现在是周家大小姐了。原来如此，怪不得张晓东的成绩如此优秀，原来遗传了母亲。顾教授，我没听错吧？你说我成绩好，是因为我妈她做了一辈子保洁，连大学都没上过。不过就是一臭保洁，当了周家大小姐，连京大都愿意接纳你。赵桂英，我从前还真是小瞧你了。
周家大小姐，顾教授，你不会是因为周家的原因才收她的吧？真是傲慢无知。顾教授，不必理他们，咱们先走。走什么？赵桂英，你心虚了。顾教授，你能收我妈，为什么不收我？难道我还比不上一个扫厕所的文盲？张先生，这里是学校，请你们不要胡搅蛮缠。顾教授，这不公平！您不能为了巴结周家就欺负寒门学子，大家评评理啊！这不就是那个到了中年还上大学的阿姨吗？她怎么跟顾教授扯到一块去了？我听说前几天顾教授把她收进了项目组，顾教授的项目组最低也是硕士，她怎么进去的？还能怎么进去？当然是仗着自己是周家大小姐，就抢占寒门学子的学习名额。柳书瑶，你说话之前最好先过过脑子，造谣可是犯法的。书瑶怎么可能造谣？赵桂英，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年轻的时候你嫌上大学累，非让我替你去，后来又干了半辈子的保洁，没有周家做靠山，你上得了京大，进得了顾教授的项目组。张长顺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要是你所言非实，我分分钟把你送进监狱。别以为仗着周家我就怕了你，我是你前夫，我还不知道你什么人。没被周家找到之前，你扫了半辈子厕所，而我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现在你成了周家大小姐，摇身一变成了京大学生，我的张氏立马破产。大家都不是傻子，谁看不出来里面的猫腻？怪不得这么大年纪了还能进京大，原来是麻雀变凤凰，砸钱来的。多少人寒窗10年都考不上京大，他回家复习了几天就能考上，除非他是个天才。就是他，我亲妈砸钱上京大，背靠周家势力进顾教授的项目组，而我寒窗苦读，考出京大都入不了顾教授的法眼，这公平吗？不公平！这不是欺负寒门学子吗？不公平！不公平！同学们，你们有多少像我一样寒门苦读考进京大的？难道你们甘心自己的好不容易考出来的成绩败给家世好的废物吗？是啊，凭什么？他3代人的努力叫努力，难道我写字手指磨出茧子，眼睛读瞎的努力不是努力吗？就是，凭什么？我提议，大家跟我一起抵制这种不公平，免得有扫厕所的文盲仗着家世好就欺负我们没钱没势的。公平，不公平！同学们，安静，安静，听我说2句。你们就算不相信我，也要相信京大对学生的考核标准，千万别被有心之人利用了。赵桂英，你的意思是你是自己考上的？我们已经离婚了，犯不着跟你说。不敢承认，你看你心虚了。张先生，你一而再的胡搅蛮缠，到底想怎么样？我不服，让我儿子和这个臭保洁比一把，我就不信他扫了半辈子厕所能比我儿子这个从小请老师家教，凭自己努力考上京大的强。你想比什么？就比做试卷，说的再花团锦簇，咱们手底下见真章。桂英，你要比吗？自不量力。张长顺，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行，那我就请同学们去做个见证，免得到时候输了又死不承认。既然这样，我就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再出一份试卷，绝对公平公正。顾教授，您不能光出试卷没加赌注啊。那你想怎么样？你和小东谁分数高，谁做顾教授的学生。我没问题，顾教授，您觉得呢？我也没问题，我相信你的实力。顾教授，那就一言为定，我们先各自准备吧。考试结果已出，张晓东99分，真棒，小东稳了。我就不信赵桂英半辈子没碰过书，还能比小东考得更高。这么难的题，他不考0分就不错了，难道还能考满分不成？赵桂英同学，满分。顾教授，我不服，凭什么一样的答案，赵桂英比小东多1分？我承认他考这么多有点东西，但你这偏心也偏得太明显了。顾教授，既然我跟我妈水平差不多，你为什么只收她不肯收我？还能因为什么？人家赵姐是周家大小姐。就是，同样成绩，傻子都知道选个年轻能干活的，谁会选个40岁大妈？谁让人家大妈是周家大小姐，咱们可比不过。这次考试绝对公平公正。多媒体上是赵桂英同学和张晓东的试卷，同学们可以过来看一下，学习一下桂英同学的解题思路。这个阿姨还真有点东西。我还真没想到这个思路，难道她进学校真的不是因为周家的原因？这有什么区别？他们所有的答案都一模一样，也就是赵桂英最后一题多写了几行字，理科又不是写作文，凭什么他多写了几行字就多给1分？长顺哥说的对，小东的步骤一看就很精简，
赵桂英啰里啰嗦写了好几行，一看就是个死读书的。爸，别说了。刚刚说我是文盲，现在出成绩了又说我死读书。张长顺，既然你执迷不悟，那我这个文盲不介意好好教教你，好让你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好，请赵桂英同学上讲台讲题。顾教授，我承认他考这么多有点东西，但你这偏心也偏得太明显了。人家赵姐是周家大小姐，能跟咱们一样吗？同学们，你可要帮我们评评理啊！张先生，你不要胡搅蛮缠。下面请赵桂英同学上来给大家讲一下做题思路，让大家学习学习。这道题最常见的解法是用洛必达法则，一阶求导结果为0，然后继续用洛必达法则2阶求导，结果仍然为0，最后再次用洛必达法则求导，结果为1/2。但是这样的解法未免啰嗦，我认为可以直接用泰勒公式，可以直接算出答案。你们的结果都正确，但张晓东依赖洛必达解法反复求导，解题不够干脆利落，而赵桂英通过泰勒公式解题，理论深度更完整，数学思想也更严谨，这才是我们项目组需要的优秀学生。赵桂英同学是我们班的，当初她被顾教授选中，也是因为能力出众，哪怕是题目错误，她也能一眼找出矛盾，并给出正确的结论。没错，像赵同学这么优秀的人，进入顾教授的项目组理所应当。还好有同班同学过来说明情况，不然我们都错怪赵同学了。他居然这么厉害！赵桂英当了半辈子保洁，没想到临老还能掀出浪来。顾教授，这不公平！赵桂英是您学生，她了解你的出题思路，自然知道更好的解法。可怜我们小东只知道做题，根本没有投机取巧的小聪明。就是，他是的亲传学生，你们的解题思路一脉相承，这对我儿子不公平。我的解法只是没我妈优秀，可我也没做错题。况且我妈都在京大学好久了，我要是在京大学几个月，我就不信我会不如我妈。好像有点道理，这不就是田忌赛马吗？就算赢了也胜之不武。这么一说，从顾教授出题开始，张晓东已经输了。他怎么能清楚顾教授的解题标准？倒是赵桂英跟着顾教授学习，最清楚顾教授想要什么。这试卷有问题，对我儿子不公平，我要求重新比赛。张长顺，我没空陪你闹，愿赌服输，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行，必须重新比。你是顾渊的学生，他出题肯定向着你，我要求重新出题，不能让顾教授参与，这样才公平公正。张长顺，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儿，你必须让全京大的学子和教授都陪着你闹吗？我儿子入学的事怎么会是小事？你不答应就是承认这份卷子有问题，说不定你早就做过一遍了。对啊，我说你扫了半辈子厕所，临了怎么咸鱼翻身了？这个试卷你之前做过对不对？真是不可理喻！这份卷子之前我从未给过其他人。顾教授，您是没给过，可我妈那个臭保洁说不定在实验室东扫扫西扫扫就扫出来看到了。怪不得赵桂英做题做得这么快，原来是早就知道了答案。还泰勒公式，我就知道他一个臭保洁不可能懂这么多。话不要说太满，刚刚赵同学讲题，一看就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张先生，是不是只有京大其他教授来出的试卷，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公正？那当然，否则赵桂英一个臭保洁怎么可能考那么高？肯定是之前做过。那你又怎么证明刚刚那份试卷一定是我出的？顾教授，你什么意思？为了考验学生的综合素质，编纂试卷的时候，我请京大所有的教授都参与进来。至于这最后一道题，是我校理科院士所出，你不能说他也偏袒赵桂英同学吧？张晓东同学，我一向注重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你做题思路僵化，完全比不上你母亲。这张卷子就是最好的证据，你还有什么好说？这怎么可能？他就是一个臭保洁，他都能做出来，我居然不能？你不符合我校的招生资格，回去吧。为什么？我儿子都超出你们学校100多分了，还不行？你儿子在京大闹得那么厉害，我们这座小庙哪敢收这尊大佛呀？妈，都怨你，要不是你逼顾源收我，事情也不会闹这么大，我也不至于没人要。我还不是为了你好，要是弄到顾源手里的政府资源，我们就发达了，你照样是富二代，用得着流落街头。中年人再就业合作项目，大小姐，这次的中年人再就业项目不仅帮了处于迷茫期的中年人，还让我们周氏声望大涨，连带股票都涨了。我也是过来人，感同身受，知道怎么样才能让项目更好的发展下去。大小姐英明，告诉那些面试官，一定要对前来求助的中年人好好把关。我们周氏虽然愿意扶持身处困境的中年人，但绝不允许有人借着这个名义打秋风。对不起，张先生，你不符合我们的项目要求。
长顺哥，怎么样啊？妈的，那个面试官一口气投资了10个人，居然不投资我，肯定是故意针对我。这位先生，对我们的选拔制度有什么疑问，尽管问我或者我们大小姐，她是项目唯一负责人。赵桂英，肯定是你因为私人过节，让面试官把我刷下去，别碰我们大小姐。打人了！打人了！周氏项目有黑幕，刷人还打人！这里没事，请大家安心面试。带走，别让他们在这撒泼打滚，污了周氏名声。周氏有黑幕，我就想问周家大小姐，我为啥不合格？她不解释，还让人把我打了一顿。不会吧？好多人都面试成功拿钱了，周氏不至于骗人吧？黑幕啊！周氏收那些人纯是骗他们进血汗工厂。刚刚我面试的时候，我条件多好，过去是大老板我都没选上，剩下的人都选上了。那些人全是清洁工、扫大街的，甚至还有从没上过学的家庭主妇。周氏都愿意给工作给资金，这不是黑幕，这是什么？有道理。商业投资肯定是把钱投在有收益的地方。周氏是傻子吗？放在好好的老板不投，这还能说明什么？那些人一看就是劳动力，好骗呗。这个人以前是大老板，不好骗。打人了！打了我们一次还不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还要打我们吗？你造谣可是要付出法律代价。周大小姐，你们项目有黑幕，是压榨人的血汗工厂。带走，别让他们在这里撒泼打滚，污了周氏的名声。周大小姐，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周氏果然在搞血汗工厂，怪不得会把我们骗过来面试。大小姐，他们拿剪辑过的监控污蔑我们，马上把所有的监控调出来。是，大小姐。赵桂英，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大家看，连周家大小姐都无话可说，可见周家就是血汗工厂。不仅如此，他还打伤我们，连明面都敢这么嚣张，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虐待那些招进去了的人呢。还好他们说出来，差一点就中了周氏的计。各位听我说两句，我也是从底层劳动者过来的，正是因为对劳动者感同身受，所以我才创办了这个项目，给中年人改变命运的机会。各位，就在前不久，我还是一名保洁，每天起早贪黑，赚的仅仅够吃喝，还要省着。想必各位和我一样都是底层打工人。是啊，我也是清洁工。周大小姐，你说的不错，一看就是真的干过清洁工。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要不咱们听听他说什么？我做保洁的时候，每天都在想，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放下繁重的工作，做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现在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回首来路，我才更能明白咱们中年人做自己的事业有多难，所以我才成立这个项目，帮助中年人再就业。周大小姐说的对啊，她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周大小姐，你口口声声说你一步步走来多么辛苦，但是你如今的事业还不是仗着你是周家大小姐？张成顺，这一切都是命运安排，你再不满也改变不了现实。那么我从昔日的集团老板沦落成流浪汉，也是命运安排。赵桂英，你别光嘴上说的好听。周大小姐，你口口声声说要帮助中年人就业，可是把长顺哥搞破产的人除了你还有谁？是啊，妈，你身家1000亿，却把我爸搞破产。我爸为了找份工作求到你的项目这儿，你还让人把我们打出来。你这个对前夫儿子无情无义的女人，谁敢信啊？妈，对，她就是我妈，是周家遗落在外的大小姐。她被周家找到后，立马让周家断了和我爸的生意往来，把我爸搞破产。大伙儿听听看，老婆身价1000亿，第一件事就是跟老公离婚，再把老公搞破产。这种女人的话能信吗？嘿，周大小姐，你居然这么恶毒，亏我还信了你的鬼话。对丈夫孩子都这么狠毒，她怎么舍得帮陌生人？是啊，怎么可能？赵桂英，你看到了吧？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张长顺，你引导舆论，必定也会被舆论反噬。大小姐，监控室已经找到了完整的监控，很快就能传输过来。怎么样啊，赵桂英，没话说了吧？认输吧，赵桂英。我就说一个臭保洁的，飞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周氏完了。周家大小姐不说话了，她这是心虚了。这么说，血汗工厂的事是真的啦？她前夫都被打成这样了，肯定是真的。周氏为血汗工厂道歉，给被打伤的受害人道歉，道歉，道歉。周京，监控视频发过来了没有？快了，大小姐，我马上下载视频。看到了吧，赵桂英？现在我要你跪下给我道歉。张长顺，我怕你担不起我这一跪。大小姐，视频下载好了。这才是真正的监控视频，这一切都是张长顺3人的自导自演。
张长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不服！你敢说你没让保镖把我们丢出去吗？周管家，放监控。赵桂英，原来你还敢承认我们三人会造假，还不是因为你自从成了周家大小姐，就处处跟长顺哥作对。大家见过这种女人，自己发达了就为难老公和儿子。面对这种女人，就算我们造假，也是被逼无奈。张长顺，我为什么跟你离婚？为什么让周氏断了和张氏的合作？难道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各位，试问一个做保洁挣钱养儿子老公的人，和一个明明是上市公司老总还要装穷骗老婆的人，到底哪个更像压榨别人的人？肯定是那个上市公司老总。没错，诸位，我就是那个被骗的保洁。而张长顺，他明明有钱却要装穷，连30块钱的买衣服钱都要找我要。周家大小姐过去居然过这么苦，宁愿养老公也不离婚，还真不像是个骗人的。各位，一个被自己老公蒙在鼓里20多年的女人，怎么会有骗人的心？倒是张长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煽动舆论，利用大家的同情心。周大小姐说这话我们信。至于那些不符合周氏投资对象的人，张长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看来以前只是断绝和张氏的合作，这个惩罚对你来说还是太轻了。现在我宣布，所有给张长顺提供工作机会的企业，我周氏永不合作。周大小姐，漂亮！好。真是不甘心，有朝一日居然会被这个臭保洁的踩在脚底下。张长顺，你想想办法啊！我能有什么办法？人家是周家大小姐，整个江南谁不怕周家的势力？除非，各位有没有兴趣聊聊？哼，你没上网，谁沾上我们都会被周家报复。区周家，我家先生还没放在眼里，难道你是？妈，我觉得周氏除了守城以外还要创新，仅仅在江南是不够的，还需要开拓更大的市场。你的意思是说，江北首富傅氏集团刚刚联系我，如果能够和傅家达成合作，对我们来说百利而无一害。可是周家和傅家一向不对付，他怎么会这么好心？商业上哪有什么死敌？之前我们有竞争，现在利益一致，他们自然就想过来合作了。我刚刚接到消息，周氏已经上钩了。太好了，副总您英明。哼，我很快就会要打败周家，进军江南市场。我还要让周家知道，副总，吃掉周氏，傅氏可以吃掉江南的市场，我们张氏也能起死回生。咱们两家同仇敌忾，简直是天作之合。合作愉快。周大小姐，我相信我们这次合作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大小姐，这次合作竟然谈得异乎寻常的顺利，那我们的方案 B 是否能撤了？先等等，等合同正式进入流程再撤。大小姐，副总来电。周大小姐，现在市场极不饱和，你的产品数量不够，再追加10倍的产品进入市场，你一定会大赚特赚。副总，根据周氏的规矩，一定要在第一批产品上市后看到反馈，才决定是否追加投资。周大小姐，你别这么死板，咱们做的是快消品，只有产品大量出现在消费者身边，才能得到消费者认可。少量多次的生产是奢品营销，路子不对。副总说的并非毫无道理，这样的商业案例比比皆是。好，我会大量生产产品，资金方面不是问题。以周氏的信誉，银行那边贷款是没问题的。周大小姐好魄力，我跟你保证，你一定会大赚特赚。成了，周氏哪怕贷款也要追加投资。副总英明，副总好手段啊！到时候我看那个赵桂英还怎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等周氏破产，张氏吃掉周氏在市场上的份额，不仅能起死回生，还能做大做强。舒瑶，到时候你就是豪门阔太，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长顺哥，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大小姐，银行的贷款已经批下来了，我们真的要全部用于和傅氏的合作吗？不，先观望。现在手上既有傅氏的合作，又有通过顾教授拿到的政府的项目，我们要把钱投到最有用的地方。您不是答应了副总？你有没有觉得副总不对劲？他跟我说话的那种笃定的口气，不像是一个成熟稳重的企业家，反而像个急于套现的杀猪盘。你对这个人了解多少？从没接触过，不过听业内人士说，副总为人诚信，是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但愿是我多想吧。你先告诉他，我们已经追加了10倍的投资，如果合作并无异常，我们就把钱投进去。好的，大小姐。大小姐，您果然料事如神。傅氏那边说不合作了。果然如此。
我们可有什么损失？除了做出的那批产品外，毫无损失，而且那批产品投入江南市场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毫发无损。果然，幸好我早做打算，没有中他们的计。大小姐，不好了，傅氏已经把周氏破产的消息放了出去，周氏的股价已经跌停了。什么？如此便不好办了。本以为运筹帷幄，谁知道还是让别人拿捏了。大小姐，要不问问老太太，兴许老太太有办法。对，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去通知妈妈。妈，这次是我大意了，居然让他们骗了。傻孩子，不怨你。生意场上起起伏伏很正常。眼下周氏股票跌停，所有员工都跑光了，咱们东山再起恐怕要花费不少时日。老太太，大小姐，就算周家不再是江南首富，所有人都离开，我也不会离开。你们别把事情看得太绝望，咱们周家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桂英、周京，我们去傅氏走一趟。恭喜傅总入驻江南市场，也恭喜张总东山再起。哪里，这都是傅总的功劳。傅总，我妈妈要跟你单独说话。你也配？你现在破产了，不是大小姐了，你有什么资格跟傅总说话？那我这个老太太呢？傅总，我执掌周家的时候，你还是个毛头小子，怎么说我也是你前辈，你不会连我的面子都不给吧？威胁我？老太太，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这套没用。傅总，你不跟我母亲说说话会后悔的，她说她能解开你的心结。哼，笑话，我能有什么心结？难道傅总就没有什么想起来就夜不能寐、心生愧疚的事？难道是30年前？傅总，你可还记得30年前？难道真的是他们？去车上取玉佩来。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老太太葫芦里卖什么药。这难道是周老太君？要不咱们书房一叙。好，桂英、周京，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我。这难道就是父亲当年留下的遗物？没错。当年我只知道父亲感染蛇毒而亡，却从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渊源。不过现在细细想来，确实有蹊跷。当年父亲的体内怎么会有蛇毒素？只是我太小了，没深想。当年老太爷为救隔壁村的孩子，才舍命为他吸出蛇毒，拿玉佩做信物要他报恩，也不过是意识到自己体内蛇毒未清，怕是命不久矣，想为小姐留一个保障。于是老太爷把信和玉佩寄给老太太，托老太太照顾大小姐。要不是当年周先生拦着，小姐早就被接回来了。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那个玉佩就是信物。长顺哥，可不能让他们相认。要是傅总为了报恩帮周家，那咱们可就全完了。不就是一块玉佩吗？想毁掉还不是轻轻松松？这是玉佩，我的玉佩！周老太太，这就是你要给我看的玉佩。都这样了，我看你们还怎么相认？妈，是我没看好玉佩。桂英，不怪你，谁阻止我们？桂英，你都记清楚了，我们周家必报此仇。你们先走吧，今日的事我要好好捋捋思路。妈，都怪我不好，是我弄丢了周家崛起的唯一希望。痴心妄想，市场瞬息万变，只要你们周家一破败，我们张氏就会迅速瓜分周氏的所有市场。赵桂英，让你之前那么得意，现在还不是彻底被我踩在脚下？周老太太，我是来告诉你，刚才的一切全是我演的，只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周氏已经走投无路，我也不会帮周家，请你千万不要怪罪。那玉佩的事，当年我记得清楚，我中蛇毒后，恩人为我吸取毒血，血点子不小心溅到了玉佩上。当时一看玉佩上褐色的点子，我就什么都明白了。周氏集团还剩下多少股票？我全买了。周氏？怎么还有人买周氏的股票？周氏不行了，要买就买傅氏，傅氏的股票一直在涨。就是，听说周氏都申请破产重组了，你这股票估计要砸手里了。一群市井小民懂什么？等周氏支撑不下去，我作为最大的股东直接接管周氏，到时候周氏就改姓张了。大小姐，张长顺已经把市面上所有周氏的股票都买下了。我已经安排人向张长顺出售大额股权了。3个亿，
你要是诚心要周氏股票全给你，就不能便宜一点？3个亿都够买我整个张氏，你不要身后还有一堆人排队呢，都是等周氏宣布破产后，以最大股东的身份接管周氏的业务。我要，可不能便宜了别人。我明天就把钱打到你账上。张长顺，3个亿可不是小数目，我借给你，万一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人去？副总，我把公司抵给你，这总行了吧？成交，来把欠条签了。周大小姐，鱼儿上钩了。既然一切资产到位，那你可以去安排周氏重新融资的事了。是，大小姐。你来干什么？当然是来看看我未来的办公室了。我已经收购了你们周氏30%的股票，等你们周氏破产，我就能以最大股东的身份吞并周氏。大小姐，周氏新一轮的融资已经完成了，光是傅氏就投资了3亿。什么？不过副总说他目前手里的可流动资金不多，如果您需要的话，他可以随时把张氏集团抵押出去，为您筹措现金。张氏集团那是我的，他怎么能？原来我被耍了。张长顺，有这个功夫，还不如想想怎么还上那3个亿。张氏的股票又涨了，快去买张氏啊！张长顺，你赶紧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卖出去啊！不行，现在还不能卖，等它再涨涨，否则我怎么凑够3个亿啊？你再不卖，等它涨停锁盘，那才是真的1毛钱都挣不着。好，我抛！张氏涨停了，他们要是不锁盘，能赚更多。什么？那我的股票全砸手里了？张长顺，你这废物！大小姐，张长顺一家在门外求见你。不必了，我对羞辱手下败将没什么兴趣。老婆，我错了，老婆，求求你原谅我。你要是不帮我，张氏就要被卖出去了。妈，我是你亲儿子，你不要我爸，你不能不要我。没有我，100年之后谁帮你打理周氏集团？好儿媳，我承认之前是我对你说话大声了些，求你回来吧，我们还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是啊，嫂子。周管家，把他们赶出去。姐，大年夜连个馒头都讨不到，张长顺，我跟着你真是倒8辈子霉了！不要！你敢打我儿子！要不是为了你，长顺怎么可能跟赵桂英离婚？全是你害的！短短1年，我的人生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我还是个小小保洁，在充满欺骗的婚姻里打转。现在我已经拥有自己的事业，未来一切向好。